嗨，大家好。外交部长秦刚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已经长达3周的时间了，因此关于他的事情在网上传的可谓沸沸扬扬，什么婚外情、私生子、女间谍等等什么离奇的传闻都出来了。而时至今日，官方唯一关于此事的回应就是秦部长是因为个人身体原因没有露面，因此7月14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13届东亚峰会外长会是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代为出席。网上热议最多的自然就是所谓婚外情和私生子了。事件的女主角正是前凤凰卫视主持人傅小田。起初对于这个事情我还考虑会不会又是跟上次佟丽娅的事件一样，也是由某名网友在网上捕风捉影的一个所谓爆料，进而在国内社交媒体上热炒，害得佟丽娅不得不报警处理。该事件后来也被我证实，最初的那个爆料者其实是来自于北美华人论坛的一名大妈网友，在事件越炒越烈和佟丽娅出来报警后，他也在第一时间将该贴文删掉了。而这次的女主角换成了傅小田。实话实说，傅小田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可能是因为我很少看凤凰的缘故。有了这次事件后，我才第一次听说。那么这个爆料又是从哪来的呢？最初又是来自外网，这回是 Twitter。当年学运的老媒体人高瑜发推说，秦部长是因为有了私生子，而女方因为以前的事情被抓了，并附上了女方的信息，这是前凤凰卫视主持人傅小田。而随后他立刻又把这条推文删掉了，甚是奇怪，跟之前佟丽娅事件一模一样。当时佟丽娅虽然报警，但原始造谣者身在北美，警方自然无计可施，只能抓捕了在微博散布这些谣言的人。但高瑜却身在国内，一旦当事方提告并被证明是谣言，那高瑜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么高瑜的这个爆料是不是谣言呢？女主角傅小田与部长的交集来自于去年3月他自己在微博贴出的凤凰卫视专访中国驻美大使秦刚的图片和视频，而主持人刚好就是他。很多人通过女方的眼神和肢体动作判断双方一定有故事，但从傅小田所发的全部微博可见，他经常会贴出与专访对象的合照或者视频片段，因此单凭他的这个专访视频就判断二人有染，实在过于勉强。事实上，除了这次专访，他的微博上也再无任何直接关于秦部长的任何贴文或评论了。而且纵观傅小田近期的微博，你会看到他非常喜欢晒娃、晒父母、晒私人飞机、晒豪宅，而且毫不避讳。说实话，真没见过哪个小三竟会如此招摇，更何况有染对象还是个副国级的国务委员。除此之外，还有个细节，就是傅小田的微博在3月4日发布了儿子100天的照片，因此倒推100天计算，他孩子的出生时间大概是在2022年11月24日左右，因此受孕日期应该是在年初的1月至2月期间。不过我却注意到了他在去年3月12日发布了一组穿着短袖滑雪的照片，而根据刚才的计算，她此时应该刚刚怀孕，正是最危险的时间，因此推估不是这位妈妈心太大，就是还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傅并未亲自怀孕，而是选择的代孕。而且纵观她此后的微博，也并未出现任何一张孕妇照。随后在3月30日，她又发帖称她从来不知道石宝峰是谁，认识的人里也没有一个叫石宝峰的。评论里有人询问傅结婚了没有，她的回答是没。因此综合以上判断，傅小田是未婚先孕，也有可能是通过代孕的方式在去年底产下一名男婴。父亲是谁暂时不明，但绯闻对象应该是这个叫石宝峰的人，而秦部长在当时并不在其中。那么他与部长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一个是今年3月18日，傅小田在微博中发布了一则爸爸奔赴使命去了，忙得连生日都没时间过的贴文，而新刚部长的生日刚好是3月19日。奔赴使命似乎是指秦陪同习主席于3月20日出访俄罗斯。不过这篇贴文现在已经不见了，这个截图者应该人在国外，他打开的贴文所显示的也是当地时间，因此考虑到时差，不排除这个时间也可能是3月19日。紧接着北京时间3月19日下午15点，也就是洛杉矶时间19日的0点，傅小田又发了一篇生日祝福的长文，这篇博文倒是还在。而再往前的一周，3月12日，傅小田再次晒娃，并在图中披上了胜利闭幕4个字。那么是胜利闭什么幕呢？当然是两会了。今年的两会第5次会议是在3月12日早上9点进行的投票，秦刚当选为国务委员，正式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国务委员我此前在科普官员级别的视频中提到过，实际上就是副总理，只是排名靠后，行政待遇与非政治局常委的副总理相同，均为副国级。实际上看到此处，
如果以上种种信息单拿出一条来，实在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种种线索综合在一起来看，的确是概率大幅增加。不过毕竟还是没有将傅小田和秦部长联系在一起的实锤证据，搞不好这孩子的父亲刚好生日也是3月19日，而所谓的生离闭目也不过是过度解读，在没有直接证据前，你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个罗生门了。不过正当我陷入困惑之际，一条更劲爆的信息出现了。这是在 Instagram 上的一个账号，关注者寥寥，上面只发了3条帖子，而头像刚好就是傅小田本人。左边第一个为傅小田与父母在居住地带孩子图片，幸福感满满。右边的则是他的宝贝，而中间的一条贴文则是关键。第一张为傅小田穿着一身红色衣服站在一个门廊下面，甚为喜庆。不过从人物周边的白边和鞋底与地面的接触来看，显然是 P 的。第二张则是一张从远处拍摄秦刚的照片，而其中的关键点在于，贴文作者留言说，对我们来说2022年2月24日是历史性的一天。贴文发布日期是在2023年2月24日，看起来刚好是某个事件的1周年。这可就是让傅小田和秦部长联系在一起的直接证据了。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个账号未必就一定是傅小田本人的啊。的确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不过从账号的注册昵称来看 ，xfu.126， xfu 为傅小的英文缩写，126即为他的生日6月12日。而我从他有限的关注者中还发现，他关注了一名叫做周岩的女士，而这个周岩刚好曾经也在凤凰卫视主持过今日试点和解构新闻，看起来是老同事了。再加上上面所发布的父母、孩子等照片均较为私密，因此大概率这个发布者应该就是傅小田本人了。综上所述，一切链条似乎都表明傅小田和秦部长存在着某种联系，而傅在微博上对孩子父亲的种种暗示似乎也都指向了秦刚。不过随后爆出的几张照片却又打破了这种推测。有人从傅小田的微信朋友圈中找到了去年12月发布的几张傅小田与一名男子共同带孩子的图片，言外之意，这就是孩子的正牌父亲。那这个人是谁呢？经过我的搜索，原来他正是前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制片人宋鑫。《锵锵三人行》在凤凰播了将近20年，早已家喻户晓，但他幕后的制片人还真鲜少人知道。我大致搜索了一下，这是2016年在傅小田微博上发布的傅与宋鑫的合照，并配有文字：知道我身边这个被科夫叫帅哥的帅哥是谁吗？科夫指的应该就是李科夫，同样也是凤凰卫视的一名主持人。而后面还有一张大合照，中间站在 C 位的就是宋鑫，旁边的还有窦文涛、陈鲁豫、许戈辉和傅小田。除此之外，我还找到凤凰卫视的官方微博曾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发布的一张照片，上面最左边的正是宋鑫，先后依次为徐子东、傅小田和窦文涛。如此看来，傅小田和宋鑫的确是10几年的老相识了。而这张一家3口的图片明显是要突出傅小田和宋鑫正是孩子的父母。那傅小田为什么又要在 Instagram 和微博上疯狂暗示秦刚呢？以上种种线索似乎让真相变得越发扑朔迷离起来。傅小田怀里的这个孩子到底是姓秦还是姓宋，亦或是跟他们都没有关系？很多线索看似为真而又相互矛盾，实在难下判断。不过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网民都已相信秦与傅存在着某种关系，那个孩子就是秦的私生子了。而绝大部分新闻媒体，尤其是港台的，也都按照这个方向进行了报道。不过在调研了以上种种线索后，却隐隐给我一种感觉，整个事件的指向性似乎都太过刻意。这有没有可能只是一个局呢？我在观察傅小田的微博动态时发现，他今年所发布的各种暗示性微博与去年发布微博的风格大相径庭。此前的微博多以工作内容或个人感想为主，很少会曝光自己的隐私，尤其是父母、家庭或房子。而今年3月开始发布的内容不仅大方晒娃，连居住的 house 也曝光了。很多人很快找到了他租住的房子，并且查到是从2021年10月8日至2023年4月9日租住了1年半，月租金高达6万美元，也就是40多万人民币。而这栋房子在今年4月10日又开始重新挂牌出租了。傅小田4月11日的最后一篇微博显示，他已经乘坐飞机离开了，目的地是前方。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现在又身在何处。而且不仅如此，如果你仔细观察他的微博，也会发现从今年3月开始的1个多月，他就发布了10几条贴文，而且暗示性极强。但去年下半年整整6个月的时间，一共也只发布了3条，且毫无任何有用信息，因此反差极大。而且他在 Instagram 上那个新的账号也是在今年2月23日才注册的，并发布了那个唯一可以把他和秦刚联系在一起的贴文。因此前后如此反差而又如此刻意，实在无法不让人觉得他今年的种种反常表现是带有某种目的的刻意为之，故意将舆论的矛头引向秦刚。至于他的目的为何，是否有人指使，为何又是现在爆出而非两会，目前出现的线索还实难判断。如果想要找寻答案，或许可以问问被当枪使的高瑜，是谁给了他这第一手的八卦消息。那也许很多人就会说，既然秦部长行得正坐得直，让他跟那个孩子验一下 DNA， 真相不就立刻大白了吗？何必等了这么久还不露面呢？但问题就在于，这 DNA 是你想验就能验的吗？很多人传闻付小田是女间谍被抓了，但是在哪儿抓的，又是被谁抓的，却无人能给出定论。事实上，除了他最后一条微博所说的目的地在前方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母子现在何处。如果他们自此消失，或者根本不在国内，这 DNA 又从何验起呢？当然了，以上只是我从目前纷繁杂乱的线索中推理出的其中一种可能性，仅供大家参考。事实上，以现在爆出的蛛丝马迹，还无法实锤任何一种可能。等随后越来越多的事实曝光，我们再来讨论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